这次的影片是要介绍使用 ControlNet 这个扩充功能里面的 OpenPose 这个模型来制定超拟真美女的动作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到这个网址来看看ControlNet 是什么。网址我也会放在影片说明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往下面卷动。这是 Stable Diffusion 的扩充程式，可以把它加到里面去，用来产生影像。这一个扩充程式呢，它是即时的，不用去做 merge， 不用去做融合。ControlNet 是一个神经网络结构，它可以帮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的模型加入额外的条件。这边有安装的方法，我们就先不看了。来看看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图形。首先，我先介绍一下它的模型有哪些。在这个网址里面有它可以使用的模型，我也会放在影片说明里面。比较常用的模型是这个 Canny、Depth、Head、Normal 跟 OpenPose 这几个。Canny 呢，就是我先用图片来解释好了。Canny 就是像这样子，它会抓你影像的边缘，然后产生类似的图。比如说你输入的条件是给它这个样子，它会去抓你的影像的边缘，然后产生这样的图。所以它很适合用在什么地方？用在你的单色稿要上色，所以素描也可以。比如说你画了一张素描呢，它就利用这个当做条件，然后产生这张图出来。像动画的卡通图案也很适合，因为它的颜色就是区块分明，所以它会先把这一张图，以这张图做例子好了，它会把这张图呢先变成这个样式，找到它的边缘，然后再产生这个结果出来。那这个呢，这个是叫做 Head， 跟 Canny 有点像，但是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点就是它的角色的那种边缘呢，它会带一点模糊的效果，也就是说它可以抓的比较细致一点。例如说这张图好了，这张图的话，它边缘呢其实还有一些光影，它可以把它抓到，所以它产生的图呢，它就会比较跟这张比起来，就是它比较多颜色的变化，适合用来处理颜色丰富的绘图跟照片。然后下面这张呢，就是 OpenPose， 它就是一种骨架，所以如果是这张图当做条件的话，它会把这张图呢先转成骨架的样式，然后利用这个骨架再产生你要的图。所以这就很方便了。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超拟真美女好了，你希望它做出某种动作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 OpenPose 来做。好，接下来讲的这个就是 Depth 深度。深度呢就可以感知画面的深度。譬如说以这张图当例子来说好了，它会把它转成这个样子。所以这里呢，它就可以从这个深度图里面可以知道这张图里面有多少物件。比如说这里有个人，这里有个人，然后这里有个瓶子，所以它就利用这个深度的图去帮你产生这个样子的图。这个呢叫做 Normal Map， 它可以感知照片的一个高度，影像的高度。比如说以这个钢铁人来说的话，它的 Normal Map 就会长这个样子。所以利用这个 Normal Map 呢，它去产生的图呢，就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光影的变化，看这张图就感觉更有立体感了。以上就是 ControlNet 比较常用的功能，这是会着重在 OpenPose 的部分。
利用骨架来产生图。接下来要安装 ControlNet， 首先呢到上面去，找到安装的部分，在这里我们要先装这个 Python 的相关东西，所以把它复制起来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安装的资料夹这里呢，打上 CMD， 就会自动开启命令提示字元视窗。然后在这里把它贴上去，按下 Enter 键，开始安装这一个程式。接下来我们要先执行 webUI_user.bat， 执行完以后才能开始安装这个扩充程式。把这里复制起来，贴到网址列，然后我们切换到 Extensions， 然后点选 Install from URL， 把上面这个网址复制起来，贴到这一个 URL 的栏位，按下 Install。然后切换到 Install 的这个页标先，按下这个按钮，就会重新启动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的 UI。但是光这样还是不够哦，最好是把命令提示字元这个视窗关掉。然后我们再去重新执行这个 webUI_user.bat。这样才能确保说我们的程式已经完全更新到最新的状态。接下来回到网页，按下重新载入此页，这才完全更新。更新完以后，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ControlNet 的这一个下拉式的选单，里面就会有放很多跟 ControlNet 有关的一些控制用的参数。切换到模型的网址，点进去里面看，这里每一个模型档呢都非常的庞大，都要 5.71G， 然后我们就依次下载。我是一次全部都下载。如果各位觉得网络不够快的话，可以只先下载 OpenPose 这一个模型。终于下载完成了，把这些档案呢复制到 Extensions 下面的这一个 ControlNet， 到这里面找到 Models， 在这里呢按滑鼠右键把它贴上。这个档案非常的大，尤其是我又做了那么多模型。好，可以看到有这么大的档案。然后刚刚我们安装 Python 的相关程式码这一个视窗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关掉了。回到这里。接下来就要开始来用一下 OpenPose。首先把正向的提示词把它放上去，这是我已经测试好的提示词，可以做出比较好的效果。负面的提示词也把它放上去。
接下来调整参数 ，Steps 调成28，取样方法调成这一个，宽度跟高度呢就调成这个数值，等一下会说明为什么。这里设定成8，接下来调整这一个 LoRa， 先 Enable Model 1呢，把它设定成这一个，权重设成 0.15， 这个设定成这个，然后权重设成 0.2。接下来就是要调整 setting 的部分。setting 呢，切到 Control Net 这里，最下面的这个地方呢，记得要打勾。好，回到Text to Image， 往下卷动，到 Control Net 这里，按下下拉式选单，然后把这个功能 Enable。如果你的电脑的显卡 RAM 比较少的话，这个要打勾。Guess Mode 呢，就是说它会自动帮你预测说你用的模型是哪一个模型，但是因为我们不用这个功能，事实上打开来以后，它的预测有时候会不是很准，所以我们就不用。那这一个跟这一个呢的功能测过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。那前处理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用的是 OpenPose， 就选择 OpenPose。Model 呢，选择对应的 OpenPose 的 Model。这两个呢，最好是一样。如果不一样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会做出很奇怪的东西出来。所以我们当然是把它设定成一样的。这个权重呢，我们就用预设1，Guidance 的 Stress 呢也设成1，这个 Resolution 呢设成预设值512就可以了。这个呢就是它的缩放的那个比例呀，我们选择这一个效果比较好。宽度跟高度呢，跟我们这个等一下要拿来侦测股价的图片的宽度跟高度有关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那个照片的宽度跟高度是多少。这张图就是我预计来参考它股价的那张图。我们先看它的样子，它长这个样子。这个我已经先处理过，所以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，没关系，我只是要看它的股价而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宽度跟高度是多少。按滑鼠右键选择内容，看这里，它是328×760，于是我们这里就设成328×760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图给拖进去。往上卷动，把它拖移到这里来。等一下就会参考这张图的股价，再往上卷动。我们本来应该设定成328×760的，但是因为328×760的话，解析度太低，产生的图会不好看，所以我们把它设高一点，宽度最少要512，然后这个1184是我依照那个比例。大致算出来的，所以这样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看。这两个的比例要等于这两个的比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按下产生。
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骨架，它帮我们算出来了。这就是算出来的那一张图。我们往下卷动，在这里呢，你可以预览，它就会出来。你也可以把它关闭。那这张图是因为我已经事先算过了，所以我刚刚有把这个种子把它填上去。所以你想要算出不一样的图呢，你要按这个变成乱数，然后再按一次。接下来就是修改提示词，让它产生不同的效果。从这个例子当中就可以了解到，同一个骨架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图。那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，后面还会讲到说，利用一个扩充程式，就是 OpenPose Editor 来自己画骨架、修改骨架。